好，因为我们投资 ETF 的话呢，如果你不是短线操作，你是想要长期投资，你希望在熊市这种股市大崩盘的时候呢，多买一些优质的 ETF 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看它的。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车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好，今天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2022年的10月份，即将有6档纯台股的 ETF 要开始除权息，其中有一档 ETF 啊，它的殖利率啊高达 8%，是非常非常的高。如果你想要参与10月份台股 ETF 的除权息的话呢，想要领一些股息的被动收入，那强烈建议你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好，那我也会在影片的最后跟你分享2022年最新的纯台股 ETF 的股息行事历。好，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投资台股 ETF 的投资人，好，那我相信这个行事历对你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有帮助。好，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美股投资攻略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接下来我就一一介绍即将在10月份进行除权息的 ETF。好，第一档 ETF 是00730富邦道琼台湾优质高息30 ETF， 它的配息金额是 0.905 块。我录影当下的话呢是10月4号，它的股价是 16.8 块，我们换算出来的话呢，它的殖利率就是 5.3%， 是还蛮不错的。那它的配息频率的话呢是年配息，也就是在每年的10月份会进行配息。那第二档 ETF 是00733富邦台湾中小 A 级动能50 ETF， 那这档 ETF 它的配息金额是 0.926 块。好，那它的股价的话呢现在是 33.4， 算出来的话呢它的殖利率是 2.7%。 那它的配息频率的话呢是每年的4月跟10月会进行配息，它是一个半年配的 ETF。 那第三档 ETF 是0056，就是我们的元大台湾高股息 ETF， 那它的配息金额是来到了 2.1 块，是非常的高。以它现在的股价 26.2 块来看的话呢，它这次的殖利率是高达 8% 哦。0056的话呢，它是一档年配息的 ETF， 就是在每年的10月份会进行配息。那第四档 ETF 是00907永丰优息纯股 ETF， 它的配息金额是 0.141 块。那以它现在的股价 13.9 块来看的话呢，它的殖利率是 1%。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说它的殖利率好像非常的低，因为00907的话呢，它是双月配息的 ETF， 也就是在每年的2月、4月、6月、8月、10月跟12月会进行配息，所以它这样算起来的话呢，它这个殖利率其实也算蛮高的啦。好，那接下来换的是00888永丰台湾 ESG 永续优质 ETF， 它这次的配息金额的话呢是 0.208 块，它的股价的部分的话呢现在是12块，所以我们算出来它的殖利率是 1.7%。 那00888它是一档季配息的 ETF， 它是在每年的1月、4月、7月跟10月会进行配息。那最后一档 ETF 的话呢，则是006204永丰台湾加权 ETF， 它的配息金额的话呢，这次是配 2.61 块。好，以它的股价 70.6 块来看的话呢，它这次的殖利率是 3.7%。 好，那它的配息的频率的部分的话呢，是每年的10月份进行配息，它是一档年配息的 ETF 哦。好，那我们其实10月份的时候我们纯台股 ETF 是不止这6档 ETF 进行配息，还有00912，也就是我们的中信台湾智慧50 ETF， 以及00904星光台湾全市场半导体精选30 ETF， 这2档 ETF 也会在10月份的时候呢进行除息。不过在我录影的当下的话呢，他们是还没有公布他们的除息的金额是多少，所以这边的话呢我就没有列上来。好，那这几档 ETF 他们的除息日期都是在10月19号进行除息，所以如果你想要领他们的股息，想要参与他们的除权息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在10月18号的时候呢，就要买入这档 ETF， 那你才可以参加10月19号的除权息哦。好，那这几档 ETF 他们的发放日期的话呢，大概都是落在11月21号，只有0056呢，它是落在11月22号。好，那这6档 ETF 我们应该要如何挑选来参与他们的除权息呢？我跟大家分享3个我会看的数据啦。好，第一个数据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他们的 ETF 的市值的规模是多大。首先第一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0056，它来到了 1479.54 亿台币的部分。那第二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00888，它是来到了 59.85 亿台币。好，那第三名的部分的话呢，则是00730，是 15.63 亿。好，那其他的3档 ETF 的
的部分的话呢，市值都是比较小的。好，那其中一档 ETF 就是006204，它的市值规模只有 1.06 亿，1.06 亿就蛮危险的。各位知道吗？今年2022年已经有2档纯台股的 ETF 已经下市了这2档 ETF 分别是元大台商收成 ETF 0054以及星光特选内需收益 ETF 0072他们都是因为市值的规模非常的小，所以呢就下市了因为根据我们的台湾的政企局的规定ETF 如果它在最近30个营业日里面它的平均规模呢低于它的终止门槛，就是股票 ETF 是1亿元好，那如果是债券 ETF 的话呢就是2亿元如果它在30个营业日平均规模低于这个终止门槛的话呢它就必须要下市。所以呢我们刚刚看到的0054跟00742他们的规模都是已经低于1亿元了，所以呢他们就下市了。那我们这一档 ETF 006204的话呢，它现在的市值规模只有 1.06 亿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的临界值非常容易就可能会下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从2022年的年初到现在为止这几档 ETF 他们的绩效表现是如何因为我们都知道嘛，2022年就是我们的熊市的阶段嘛，有非常多的股票 ETF 就是下跌的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就看一下这6档 ETF 哪一档 ETF 它比较抗跌因为如果它比较抗跌的话呢，也就代表说它可能之后除息的时候呢会比较容易去填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00730它的年度绩效的表现的部分的话呢是负 15.1%， 好，那00733的话呢是负 20.3%， 0056的话呢是负 21.4%， 好，那00907的话呢是负 6.4%。好，那负 6.4% 不是因为它很抗跌，而是因为它是今年的5月17号才成立所以说呢它就是跌幅的时间比较少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00888，它是负 28.2% 它跌了非常非常的多。那006204的话呢是负 22.6%。好，那这6档 ETF 当中呢就是00730，也就是我们的富邦道琼台湾优质高息30 ETF 它是比较抗跌的它年初至今的话呢是下跌的负 15.1%。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会看它的总开销费用的部分因为我们投资 ETF 的话呢，如果你不是短线操作你是想要长期投资，你希望在熊市这种股市大崩盘的时候呢多买一些优质的 ETF 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看它的内扣费用的部分因为如果它的内扣费用非常的高的话呢，那长期投资下来的话呢绩效会被吃掉非常的多啦。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总开销费用的部分00730的部分它在2021年的总开销费用是 1.32%， 好，那00733的话呢是 2.43%， 那0056的部分的话呢是 0.74%， 好，那00907因为它是今年创立的，所以说呢它2021年是没有总开销费用的部分。那00888的话呢是 0.67%， 好，那006204的话呢则是 1.17%。 好，那这6档 ETF 当中的话呢就属00888它的一个总开销费用是最低的。好，那00733它的总开销费用高达 2.43%，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好，那以上这几档 ETF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挑选呢？好，这边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今年台湾的股市是属于一个熊市的阶段，所以有非常多的 ETF 他们一配息之后基本上就是非常的难以去填息。好像我们现在介绍的这档 ETF 叫做00900，它就是在8月16号的时候呢进行除息，那时候呢它配发 1.2 块那时候的殖利率是高达了 11.8%， 但是呢它配息之后它的股价就没有再回来过了。大家一定要了解的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想要说赚个股息然后就绕跑的人，那你可能会赚股息然后赔价差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去投资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2022年纯台股 ETF 的股息行事历。好，那这个行事历的部分的话呢，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整理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价值，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进来看的话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格子那最左边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这些 ETF 纯台股 ETF 他们的名称。第二栏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代号的部分。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找你自己专属的 ETF 的话呢，是非常的容易就可以找到的。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叫做配息周期。好，那我这边的话呢，我会显示说这些 ETF 他们是季配息还是半年配息还是年配息这边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好，那如果你要进行筛选的部分的话呢，你可以点这边筛选，然后呢筛选说你只要显示半年配息的部分，好像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呢，就只会显示半年配息的 ETF，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去筛选说，你想要哪一类型的 ETF， 从这边的话呢，都可以自行的去筛选。那右边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叫做2021年的股息，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这档 ETF 它过去这一年当中呢，它配息大概是配的如何，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看它有没有越配越多，越配越多的股息 ETF 是蛮不错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有一个叫2021年的总开销费用，因为我们投资 ETF 一定要注重它的总开销费用，如果它总开销费用非常的高的话呢，那我们很多的报酬都要交给基金公司，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了解说，这档 ETF 它总开销费用在过去这几年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边的话呢，总开销费用你也可以进行筛选，像是说你要从小排到大，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用大排到小。用大排到小的话，你就会看到00731这档 ETF 它在2021年总开销费用就高达了 2.6%， 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这边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做调整。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右边这边有个叫做近世纪的殖利率，你也可以从这边呢来进行一个筛选，好像是说你要从小排到大。哪一个 ETF 它的殖利率是最少的，或者说你要从大排到小，好像这边00900的话呢，它最近配息就高达了 11.82%， 这边都会帮大家列出来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部分，从1月到12月份，这些 ETF 他们的配息的一个周期，他们是属于半年配息还是年配息还是季配息，以及他们是配多少，我都会显示在上面。我们把这边调整成一个顺序，调整成半年配、年配跟季配。你可以看到00881的话呢，它在1月份的话呢是配 0.59 块嘛，那8月份的话呢则是配 0.26 块。这边的话呢都会呈现这些数据给大家进行参考。10月的部分的话呢，我也更新上来了，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参考哦。11月份的部分的话呢，这个数据是属于2021年的，你会看到它的数据旁边有一个月亮的图示，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些数据的话呢是属于2021年的数据，然后呢今年的话呢是还没有公布的。好，那这个2022年的纯台股 ETF 的股息行事历，如果你想要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会将这个下载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留言栏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免费的进行下载哦。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再次提醒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要参与除权息的话，记得一定要在除息日的前一天你就要买到这档 ETF， 你才可以参加这档 ETF 的除权息。好，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是想要领完股息就跑的人，那你一定要知道这档 ETF 它到底能不能填息。然后呢，在今年这种股市大熊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很容易就是你为了要赚股息，结果反而赔了价差所以这边的话呢，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思考一下好，那第三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股市熊市的时候，也就是股市大崩盘的时候呢，你想要多买一些股息的 ETF 的话呢，记得你一定要去看它的总开销费用如果它的内扣费用非常的高的话呢，那对你来讲的话呢，长期投资下来是非常的亏啊。就像是说如果你的内扣费用是 1%，那你投资20年的话呢，你的总绩效会少 27%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好，那最后的话呢，我想跟大家调查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6档 ETF，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想要参与哪一档 ETF 的除权息？分别是00730、00733、0056、00907、00888跟00624。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好，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Kevin 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好，那我是不随这股市，只真心分享这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样 OK 吧？怎么太久没讲话啦，嘴巴都一直打结。